好，我是维律师。最近日本的 AV 新法引起很多的讨论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访问 AV 从业人员的影片？可以看到 AV 产业的社长男优、女优对 AV 新法的想法，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看。简单来说，虽然日本 AV 新法的宗旨是要保护女优们，让他们跟公司签约后可以反悔不拍，也可以在拍完之后要求下架影片，但是这种保护女优的做法反而让公司面临很大的风险，怕花了很多成本，好不容易完成一部影片之后，却被女优单方面毁约，这样会越来越少人敢花大钱投资，没有钱赚的产业就会日渐萎缩。还有牵涉到更多的规范内容，大家可以去看那部影片哦。说到 AV 产业，这几年呢，台湾跟韩国也在日渐的起步。之前在台湾很有名，由邓家华主演的《华灯初上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？相信相对于台湾，大家对韩国的 AV 产业一定是感到更陌生。所以我今天就来要跟大家聊聊韩国的 AV 产业啦。一位韩国女优苏秀贤有在今年的2月接受访问，向观众们说韩国跟日本的 AV 产业差异。秀贤说她是 AV 制作公司 MIB 旗下的女优，他们公司是韩国第一家合法的 AV 制作公司，制作 AV 影视作品的过程一切合法，没有性剥削，也没有违法窃入。目标是希望可以把韩国的 AV 影视作品带到阳光充足的地方。在日本，由140家 AV 业者组成的片商协会 IPPA 来审查每个 AV 作品是不是都有保护女优的人权，是不是所谓的市政 AV。韩国也有印象物等级委员会 영상물등급위원회， 简称영등위，来审议韩国 AV 作品的规范还有尺度。那我们来看看영등위的官网有写到他们的职务，他们的职务是影视作品的内容分级，确认是否危害到青少年；影视作品的流通、制作和提供观看的实地调查和管理；制定、修改、废止영등위的规定；影视作品的内容分级的客观性调查、研究、国际合作和教育宣导等等。秀贤在访问中提到，本来在韩国是不能拍重要部位的，但在2018年末开始变成可以拍重要部位，只要有打马赛克就可以了。所以最近韩国的 AV 作品都是有露出重要部位，但是有打马赛克的。秀贤提到他个人是 M 取向，所以曾经在过程中自己勒住自己的脖子，结果影片却被영등위禁止，还因此挨公司的骂。市场也喜欢很多人进行的那种类别，但直至目前영등위也还没有允许。其实，在台湾也是，大法官617号释字把猥亵物品分成硬蕊以及软蕊。硬蕊 hardcore 意指含有暴力、性虐待或人兽交等无艺术性、医学性或教育性价值的内容，是绝对不允许流通的。但软蕊 softcore 是不含硬蕊方面的成人内容，只要有适当安全手段加以阻隔，像是未满18岁不能观看警告，设置唯已满18岁的盖板画面或实施年龄验证，就是合法的。那可见韩国在 AV 内容审查方面也是还蛮严格的。然后秀贤有提到，在日本 AV 产业的竞争非常激烈，甚至有很多大牌出名的女优，但是在韩国就没有这么开放。AV 女优在韩国算是还不容易被接受的职业。秀贤如果跟朋友们讲到自己的职业，朋友们还是会问说，你为什么要拍那个？所以他很希望在韩国也可以有韩国在拍 AV 影视作品的认识。他提到，甚至他也很想去日本学习，因为日本的女优男优们真的很厉害，希望可以在日本学到例如人们喜欢的体位啊等等。他自己的榜样是小仓由菜，他说小仓由菜很漂亮，身材好，而且也很色情。他觉得自己是以这一行 AV 产业从业人员的角度去看，觉得小仓由菜是非常厉害的。最后，他也提到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，在拍摄现场多达10个人左右都看了他的裸体，所以本来他拍完后都会穿浴袍，但他那次想说，既然都被看光了，就索性不穿浴袍，走来走去，结果被导演问是不是有裸露癖，反而让他受伤了，真的是还蛮可爱的。然后在最后也不忘宣传自己的作品，我真的很敬佩女优这个行业，有专业度的要求，也需要克服世人的眼光。尤其韩国深受儒教思想，社会风气一定也是 AV 产业一个很大的阻碍。之前我的影片有提到，韩国准夫妇在网络上卖他们自己的性爱影片，被法院判有罪，未婚夫被处10个月有期徒刑，未婚妻被处6个月有期徒刑，缓刑2年，2个人还被追征2亿韩元的犯罪所得。如果大家对散播猥亵物品罪的探讨有兴趣，可以看我那支影片哦。那大家觉得韩国跟台湾 AV 产业的发展会如何呢？黄明志在访问 AV 从业人员的影片中 ，AV 产业的社长就表示，日本 AV 新法虽然对 AV 产业带来冲击，但或许对台湾来说，危机就是转机。如果台湾可以借此好好发展出华人 AV 产业，那会是很大的商机。那大家觉得台湾的 AV 产业要发展起来，最重要克服的是什么呢？ A. 国人看盗版 AV 的习惯。B. 世俗的眼光导致缺乏从业人员。C. 市场尚未开发。D. 内容的水准。D. 其他。我是维律师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